1911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典礼上袁世凯派出了韩曹两位相界大师近距离的观察孙中山，二人是上下打量，仔细观察，不禁的是暗自惊叹：一人呐！恰巧有人在一旁是窃窃私语：这位孙大总统我看论身材论相貌，既不魁梧也不清秀，这北京城里随随便便拉出一个部级以上的大员都比他还要像样，怎么就他当上了大总统呢？真是稀奇。一听这话，韩先生接过话茬，孙先生更奇异的还在后面呢。敢把这300年的满清推翻，当然是有吉人异象那么孙中山到底有哪些异象，让中日两国的相界都为之惊叹呢？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孙中山还在欧洲。得益于孙中山在国际社会上的奔走斡旋，使得四国银行团最终没有贷款给满清政府，成为了满清崩盘和袁世凯逼退清帝的重要国际因素。各界人士纷纷视孙中山为救国救民的旷世奇才，中华仰仗的一代豪杰都盼着他尽早回国主持神州大局。可随着清帝退位，袁世凯入阁担任总理大臣这汪精卫获释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的震惊了全中国，甚至连命相界的大师是纷纷出山受邀为当时这有头有脸的人物相面。这期间也发生了不少的有趣的事儿。据说当时北京的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政治改革，而是什么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命不当死，袁世凯贵阁极品，有着帝王之相等等。这袁世凯本来就信命，看着孙中山的声望是如日中天，便派人四处打听孙中山的八字想提早了解他的命格。孙中山是志在天下为公，很少谈论自己的私事，对自己的生辰八字也不在意。当然了，这外界也就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八字，只好等着他回国之后当面的观相。当得知孙中山将于11月初抵达上海，并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时袁世凯随即便派出了韩曹两位相界大师，悄悄地观察孙中山的相貌是否有着天子之相。因为北京相界流传着袁世凯有登基称帝之望，但不希望中途杀出程咬金和他南北分庭抗礼此时，在孙中山的就职典礼上，就出现了我们影片开头的这一幕。两位大师回京之后是秘密的汇报袁世凯，中华民国定的国号以及改元已经注定取代大清，满清天下已经落幕了。袁世凯急问孙中山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韩先生竖起大拇指，连忙称赞道：“一人，此人功盖天下，名垂千古曹先生也急着加了一句：“此人是一代旷世奇才。”孙中山究竟拥有怎样的面相，让这相界大师对其是赞不绝口呢？韩先生这么说的：“我看孙先生的气宇贵在帝王之上，具备圣人的气象格局，是博天子而不为的人物。他创立的中华民国将是永垂千古之事。然而孙先生虽有高贵之鼻，直冲天庭，却没有丰满之权，所以他的权贵只限于临时大总统，是象征开国的意思。而且孙先生最特别的是这两枚之间的印堂非常的平坦宽广，实在不是寻常人所有。从这一处可以看出他是名高于位的人物。我看他的气色会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100天之内辞职。即便这样，孙先生仍是中国倚仗的一代艺人。说到这里韩先生也特别提醒袁世凯能善待尊重孙先生，不要轻视他。后来的事实证明南京国府的文武官员包括军队都反对袁世凯做总统，是孙中山主动将总统的大位让给了袁世凯。韩曹两位大师是一致断言，孙中山是真正的博天子而不为的圣人，志在天下为公必是名垂千古。看相看到这一步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因为一般的算命先生看孙中山的面相，只能道出这印堂、鼻眼等部位的优点，却看不出来孙先生能功成身退、流芳百世的格局。韩先生回京之后呢，告诉他的弟子，中山先生的气宇和形象特点在于气藏形浅，而那些追随过孙中山的朋友告诉相师啊，这中山先生呢不轻易的发怒，也不轻易动心，所以啊是面相端正有力，眉宇双目都透着慈祥。韩曹两位中国相师看出了孙中山流芳百世、名垂千古的气象。孙中山呢，作为引领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啊，当时对他面相感兴趣的可不只是中国人，甚至还有日本人。毕业于日本早稻大学的渡边文彦呢，对中国相术很感兴趣，于是呢，来到了中国，想拜访精通相术的算命先生啊，顺便呢，也搜集一些古代相术善本，再找些机会结交中国的有名之士。总之呢，是奔着研究相术，他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他非常崇拜孙中山，为了见到孙先生本人呢，是四处找人写介绍函啊。不过呢，因为他只是一个看相的，既不是政界名流，也不是什么商界大佬，况且呢，和孙先生打过交道的人也都知道，这孙先生啊不谈命，所以啊，这渡边呢一直也没有得到介绍函。不过呢，还是有朋友啊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把他推荐给了孙中山的秘书陈群。陈群呢也不信算命这套东西，就对渡边说啊，这中山先生是能重造中华民族命脉的人物，如果把你介绍给孙先生，我会被他大骂一通的。渡边这人呢很有修养，虽然处处碰壁呢，但还是客客气气的。既然呢也不信命理，我也就不夸夸其谈，干脆啊我们呢就只谈生活就好了。陈群这个人呢虽然是玩世不恭，不过很重友情啊，简单聊了这么几句啊，话匣子就打开了。发现这两个人呢都在早稻大学上过学，是校友，而且呢渡边谈到了中国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啊，比这陈群这个地道的中国人呢更内行。二人是越聊越投缘，关系也就熟络起来。日后陈群收藏了40万册的书籍，为此呢还特意修建了3层楼的书库，据说呢就是受到了渡边的影响。陈群招待渡边在广州小住，为他引荐了一些广州的名人。但是这渡边最想见的还是孙中山，为了能见到一面呢，这每天早上守在总统府前呢等候孙先生。这一天呢，孙中山刚下车，渡边站在一旁用中文喊了一声“大总统”，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渡边呢逮着机会跑到孙中山面前，以极其郑重的方式鞠躬90度，并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孙中山呢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熟悉日本的礼仪，一看这身板，就用日语问了一句：“你是日本人？”渡边兴奋地回答：“是的，中山先生，今天能见到大总统啊，实属3生有幸。”孙中山就招待他去总统府的客厅，然后呢和他热情地面谈了10多分钟，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几天之后，陈群找渡边聊天，俩人是有说有笑。突然渡边话锋一转：“陈先生，能否给我介绍几位经常跟随孙先生之人吗？让我见见面，我有一个重大的秘密要告诉你们。”嗨，你在广州是人生地不熟的，能有啥大秘密？陈群反问了一句。渡边说，1周前自己见过陈炯明将军，想再见见几个孙先生的随从心腹，再说出自己心中的秘密。陈群有一个好友叫做李文斌，也在孙中山身边做事他对命理非常的感兴趣，就请渡边看看他的前程。渡边笃定地说，远的不说，就说这最近2个月，孙先生和你们2个都得离开广州。李文斌当即就摆手，绝无可能因为自己的太太刚刚生了儿子，这妻儿都需要照顾，不可能出远门。渡边看了看他说，我的意思是你们仨都要离开广州避难的，这一马兴大动你们有难要躲。陈李2人异口同声地说，不可能，孙中山是大总统安保级别很高，能遇到什么大难？要知道孙中山从事革命40多年，数不清多少次身临险境。为了保护孙中山免于清政府和各方敌对势力的暗杀很多帮会领袖甘愿为他保驾护航。
这其中就不乏有各路的武林高手有洪门大佬、南北大侠、江南第一腿拳王王润生，有叱咤军界的战神薛岳，还有外籍保镖双枪柯恩，以及这女侠尹氏姐妹等等。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孙中山才多次在这枪林弹雨中化险为夷，得以脱身。渡边说这中山先生从面相上来看呢，印堂特别宽广，而且鼻子端正有力，目光中充满了慈祥之气。这三者合在一起呢，简直就是人中难得的奇象。有这种面相之人呢，主其一生是有惊无险，一切困厄皆能是逢凶化吉，真的是吉人天相。不过说到这儿呢，渡边是话锋一转，中山先生此次遭难，当是他一生当中遭遇的最大危险。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这惊却是非同小可。虽然渡边没有明说，不过呢，陈李二人明显从渡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极为凝重的表情，二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了这话中透露出的一股子不同寻常的意味。这时陈群突然想起来，渡边你说前几天见过陈炯明，他和中山先生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而且是大有关系。我来广州就是想亲眼见一见孙先生和陈将军，他们二人那是一文一武的领袖。但看这面相，二人是相貌相克，恐怕日后会有激烈的冲突。陈将军生有反骨，对孙先生那是大大的不利。我很确定，此次孙先生的大难必会出自陈将军。一马兴动，这60天之内必有大难，还请二位是多多的保重。打那天之后陈李二人都对此事是讳莫如深。一来呢是怕影响了孙先生的声望，二来能否发生还是模棱两可呢。这种不利于民情军心的消息，谁也不想放出去。于是二人打算把这个事儿干脆就烂在肚子里。而渡边预知到广州将有大事发生，便提早去了香港，静观事态发展。这边呢，陈李二人是惴惴不安的过了1个多月，也没有发现什么苗头。二人是暗自私语：“别听渡边这小子瞎胡说。”一转眼50多天可就过去了，广州看起来仍旧是岁月静好，人们按部就班的忙碌着。突然有这么一天，陈炯明是率众叛变，出兵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越秀楼。当时孙中山的警卫队只有500人，而陈炯明的叛军多达3万余人，并且配备了重型大炮，二者兵力是相差悬殊，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呀。在叛军的轰炸之下，这越秀楼瞬间便陷入了一片火海。情急之下呢，孙中山化妆为西医大夫，从陈家军的眼皮子底下成功逃脱，绕过了一道道的关卡，最终在永丰舰舰长的保护之下登上了舰艇。众人安定下来孙中山看了一眼，心想坏了，自己的秘书陈群没在其中，赶忙写了一张便条，吩咐李文斌无论如何得把这人给我找回来。为什么这个事儿非要李文斌办呢？一来陈李二人是生死之交，二来呢，在众多的追随者当中，李文斌是出了名的忠诚，他顾不上个人的危险，冒着炮火下船去找自己的好兄弟陈群。李文斌好不容易在一个女人家里找到了陈群，看他玩世不恭的样子，李文斌顿时是怒火中烧。这孙先生已经到了舰上了，不见你人影轰轰的炮声，整个广州城的人都惊醒了。你小子还他妈有心思趴在女人的肚子上！孙先生要是问起来在哪儿找到你，你要我怎么回答？陈群反倒是一脸轻松嬉皮笑脸的说道：“你忘了，渡边不是说过了吗？这中山先生有异象，有惊无险。咱们革命党人啥没见过？这枪林弹雨的不都司空见惯了吗？何必大惊小怪呢？”陈李二人穿过带雨登上了永丰舰，此时局面是越加危险。孙中山乘坐的战舰遭到了叛军的夹岸攻击，弹雨如注。担任前卫后卫的2艘舰艇均被这炮弹所击中。孙中山站在舵楼上大声疾呼：“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是有进无退。”最终在蒋介石的救援之下，舰队是有惊无险地冲过了叛军炮台。孙中山激动地对蒋介石说：“蒋军来此，足敌2万援军呐！”
孙中山抵达上海之后呢，陈群特地写了一封信给渡边，说你的话应验了，顺道呢也问了一下孙中山日后的情况。不过这向来脸上满面春风、挂不住惨淡愁云的陈秘书，看到最后一行字儿，双手不由得发抖，惊的是愁云满面。原来渡边在信中说，孙先生辉煌的时刻呢已经过去了，命至60而终，而这一年呢，孙中山已经57岁了。于是陈黎等人呢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必要再找一位上海的看相高人确认一下。结果呢，这位高人呢，仅从照片上就说，国父的上庭、中庭非常好，但是呢，下庭太薄。61岁的部位呢，是下唇的下面较沉江的部位太浅，所以呢，命不过60而终。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享年60。中日相识所言，均是一语中的。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